盖一下，刚刚烧了水，准备煮面。今天早上呢，依然是吃面条，待会儿中午要吃饭。今天啊，有10多个师傅做工，有泥工、水电工、木工，还有安装门窗的师傅。在外面啊，今天是继续粉刷外墙。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，今天是有3个师傅在那边做工的。这2天啊，我们这边降温了，早上过来还挺冷的，但是中午啊还是挺热，比之前那一段时间好许多了。院子里面都停满了车，4台车。那边是门窗。之前我们拉的水泥啊、沙子啊、砖啊，都还有些，又买了一些水泥。这栋房子啊，已经用了好几十吨水泥了。买过来的水泥全部是堆放在这边，防止下雨淋湿。3个师傅在这边搅拌砂浆。同样的，我们用的也是那种细砂，粉墙的话只能这种细砂了。粘性要越好，粉刷起来呢越好做工。所以有个师傅呢是直接穿着雨鞋踩在里面，这是我的姨父。这边呢是最年轻的泥工师傅，旁边呢也是一个泥工师傅，他的耳朵啊不是太好，平时我们说话呢要大声一些。之前这边是有一棵树的，大家还记得吧？这户邻居啊，在种菜的时候就给它砍掉了。这旁边都是邻居家的土地，之前种的是玉米，玉米杆还在这边呢。旁边是邻居家的房子，有砖房，有木房。在整个村子里面，我们这栋是木房，还有那边有2栋木房，这是为数不多的3栋木房子了。大部分啊，现在修的都是楼房了。也可以看得出，现在农村的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。从房子的侧面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啊，整体的房子进深，将近达到了8米多、9米左右。中间呢是木板墙，两边是砖墙。后期我们要给它处理一下，要不然啊，又看到砖墙，又看到木板墙，确实啊不太美观。2楼呢是用钢架结构给它整体加高了。现在粉刷墙面就是所有砖墙的位置。水泥砂浆直接倒在模板之上，这样子粉刷墙面要更快一些。做起工来就热了，师傅已经把外套都脱了。我的姨夫呢，专门给师傅们递这些水泥砂浆，在我们这边呢叫做小工，粉墙的师傅叫做大工，不知道朋友们你们那边是怎么叫的？比较高的位置，这个时候就用到了脚手架。
这脚手架之前是我们从网上买的，我记得好像是280一个，还挺实用的。今天要把这个外墙全部粉刷完成。以前我记得啊，农村里面建房子，刷墙的时候，所有的水泥砂浆呢都是放在桶子里面。现在啊，师傅们都习惯倒在一张模板之上，从模板拉这个水泥砂浆，感觉要更好用一些。可能每个师傅的手法不一样吧。这个外墙啊，我们尽可能给它粉刷厚一些，这样子呢，对于水泥砖的保护要更好一些。其实现在最纠结的就是整个外墙怎么去做外部装修，这样子看起来和木房子比较就是那种搭配一点吧。不知道朋友们你们有好的建议吗？吃早餐呐，早上吃面条啊，很简单啊。炒点西红柿炒辣椒，那边还有个汤菜。这些面条都是从我们村里面买过来的，手工挂面，还挺好吃的。差不多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好了，没事。水电师傅一过来，他们就说啊，哎，这边厨房的景色实在太美了。这栋房子啊，比我们去年在河边改造的那栋房子要更好一些，通车嘛。那栋房子是不通车的。粉刷这个外墙啊，实际上还是挺多讲究的。首先呢，这个外墙的粉刷不能过于光滑了，意思呢，也就是上面特别的光滑。如果在外墙再贴瓷砖或者是刷外墙漆的话，可能时间久啊，它会脱落。再一个呢，外墙的粉刷一定要平整。后期不管我们是贴砖、外墙漆，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材料来做这个外墙，都更好，更容易做工一些。这边啊已经粉刷好了，现在我们就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尤其是一些转角的位置，一定要处理好。这边是一个直角。细节的问题一定要处理好，后期呢，我们在给外墙做装修的时候啊，再更容易去处理这些问题。快干的时候，现在就调整一下整个平面，用搓板这样来回的搓。不需要太光滑了。这个外墙啊，最少的要2遍这样子去处理。铝合金的窗户也安装好了，玻璃呢，最后再来安装。这里面啊是一个大房间，所以窗户我们留的比较大。这个木质的脚手架呢，用起来也比较方便，从家里面带过来的。之前我们在装修房子的时候都钉好了的。
估计啊，今天这面外墙应该可以粉刷完。实际上，粉刷好了之后，每天还要进行浇水保养的。师傅们在忙，那我也要去忙我的工作了，要给师傅们煮个中饭。这期的视频呢，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还请大家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